如果有一款披肩可以实现嫦娥奔月的梦想，你是否有兴趣去月球一探究竟呢？这一切还要从静香的日本跪说起。小多拉一回家就看到大雄手握床单一图不轨，于是他当即就是一击猛拳。可惜大雄这一拳吃的属实有些冤，因为这看似变态的戏码还真就是一场戏。原来大雄跟静香正在排练一场名为《仙女的羽翼》的舞台剧，讲的是一名其貌不扬的打鱼人，无意间在岸边发现了不属于这个世间的羽翼。就在他想把羽翼占为己有之时，一名开了金光特效的妹子出现在他面前，希望他归还羽翼。妹子自称仙女，而羽翼正是他回归天庭的保护。不还吧显得渔夫有点渣，还了吧又觉得这个买卖有点亏。于是渔夫见色起意，希望仙女可以为自己跳一支舞。仙女满足了渔夫的愿望，并在动人的舞姿中渐渐飞升回到了天庭。虽然这个剧本绝对是个流量密码，可静香却不知如何完成最后飞升的那场戏。竹蜻蜓虽好，却会破坏美感。于是小多拉拿出一条飘飘带送给了静香，下一秒静香原地起飞，这丝滑程度完全看不出任何特效痕迹。看着静香美得像个仙女，大雄觉得这次舞台剧光靠颜值就能拿下头奖。另一面的虎父二人正在排练大师兄与三师弟的舞台剧，筋斗云的道具满满的科技与狠活，岂料小夫的操控技术简直离谱。胖虎还没上云，云就自挂东南枝了。眼看胖虎就要一个锁喉把小夫变成小二人，静香恰巧路过，帮胖虎拿下了筋斗云，才避免了小夫失手分离。看着别人家道具100%还原，胖虎直接把脸怼到了小夫面前，让他给整个高配版筋斗云。然而静香万万没想到，小多拉的二手道具竟然扛不住一阵妖风，直接把他的人和魂一起给吹跑了。要不是妖风把他带到了一处茂密的丛林处，高空坠下的静香可能整条命就真的没了。没死透的他在丛林中寻找着羽翼，因为没有着加持的飞行效果，静香铁定走不出这片森林。然而他刚发现羽翼就被一名其貌不扬的醉汉拿走。静香想让他归还羽翼，可醉汉却把羽翼当成了亲生儿子，捧在手心说啥都不肯放手。看着自己回家的唯一希望被夺走，身娇软萌一推倒的妹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这场面哪个男人能无动于衷？于是醉汉希望可以用羽翼换取静香的一支舞蹈。静香惊了，这不就是舞台剧的内容吗？但深山野林面前还有个不太正经的大叔，静香跳的话还有50%几率活命，不跳的话估计当场就被撕票。于是就算静香学的不是母猪心理疏导学，也要在大牲口面前跳舞蹈活跃气氛。可他如海底捞拉面技巧般的舞蹈跳完后，原来放羽翼的地方却空空如也。静香撸起袖子就开始寻找，却看到一头猴子玩起了1秒变仙女。猴子它飞，静香它追，大叔一人默默发呆，担心静香的大雄出门寻找。好巧不巧，与一头飞升的峨眉山猴子擦肩而过。听静香说这山头的猴子会打劫后，大雄二话不说就追了上去。没想到猴子也知道狗命，主动扔掉了羽翼。山林中的某处，一位艺术大师花费30年时间打造出了一款夜壶。正在他感慨这就是艺术时，奇迹发生了，他被羽翼带飞，跟夜壶一同飞升了。看着羽翼和人类只能2选1，两人只能选择先救下这个精神出了问题的大师，而羽翼再次飘走，飞入了一处农户之家。看着羽翼的布料胜过丝绸，农夫二话不说就用它做成了尿不湿。下一秒，人类幼崽成功获得超能力，农夫惊得说都不会话了，一脚地板油直接开启追娃模式。还好人类幼崽在空中遇到了大雄两人，才没让自己刚出生就又要去投胎。之后大雄两人将羽翼重新送到了静香手中。虽然静香对羽翼的爱从未改变，但总觉得自从羽翼找回之后就有点呛鼻子，这会是什么味道呢？静香和老妈跟蛋糕店干上了，进进出出10来次，就是啥都不买。而这一切的起因，只是因为街头的一次相遇。看着胖虎玩着小夫的滑板，大雄才不羡慕嫉妒恨呢。回到家就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求老妈赏个滑板。可离圣诞节还有2天，圣诞老人还在出发的路上呢。毕竟圣诞节当天收礼物才有气氛嘛。大雄只能把一肚子苦水说给蓝胖子听，只怪老妈脑筋太硬，理解不了大雄有颗收礼的心。看着大雄的生活仿佛都失去了色彩，蓝胖子只好掏出更改日期的日历，抓起大雄的手就给佩戴上了，让大雄试着转下旋钮，日期就改变了，调到25号，这附近就变成了圣诞节。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大雄找老爸先试水，老爸想都不想就说今天是25号，可问题也随之而来。25号，老爸原本是要出差的，也不管帅不帅，光着脚就冲出了家门。虽然把老爸坑得不轻，可想要礼物到手，总得有人牺牲嘛。这时，电视上的新闻就说今天是23号，眼看就要暴露，可没想到老妈化成暴怒的女帝，只接一通电话就要举报那个口误的播音员。还好大雄以要礼物才拦住了老妈，可圣诞节来得太突然，老妈压根儿还没买礼物呢，决定等到明年的圣诞节一起给。眼看到手的滑板就这么凭空飞了，大雄把日期又调回了23号，
给老妈都整傻了。穿上贵妇装就要出门买礼物，同样被坑的还有老爸，刚出门就回来了。这时老妈回来了，大熊迫不及待的就想拆盲盒，可老妈决定到圣诞节才送给大熊。大熊是会默默等待的人吗？把时间调到25号，滑板顺利拿到手，老爸再一次要出差，拿着滑板还没跟虎父二人炫耀完，两人也想起今天是圣诞节，说还没个礼物呢。大熊刚要把时间调回到23号，却偶遇了要去买圣诞蛋糕的老妈，傻子才不想白嫖蛋糕呢。一路跟踪，看到老妈来到蛋糕店，大熊两人还沉浸在白嫖蛋糕的快乐中，就看到了俩熟悉的面孔，真是人在街上走，帽从天上来。为了证明静香到底爱着谁，大熊又把时间调到了情人节，谁知静香直接弃学霸而去。眼看蛋糕就要到手，众人突然意识到今天是情人节，老妈空手而归，反倒是静香来买心形巧克力了。看着到手的蛋糕就这么飞了，大熊把时间又调到圣诞节，这下轮到静香一脸蒙圈了。眼看静香空手而归，大熊又调回了情人节。大熊在情人节与圣诞节之间来回切换，给老妈和静香累够呛。但最惨的还属要出差的老爸，蓝胖子气的就要调回原来的时间，但大熊才不会给他机会，踩上滑板就一路逃窜。可大熊这技术也是堪忧，直接用面条做了个新款发型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本准备找爸妈要点零用钱，可爸妈此时是相当团结，要钱坚决没有。大熊只能默默把时间调成新年，这下家里更乱了，哪有人家过年啥都不准备的呀？零用钱又泡汤了，老妈老爸火急火燎的为家准备着新年的氛围，眼看自己玩的有些过头了，大熊跟爸妈坦白了一切，眼看爸妈这是要今晚男女混合双打的架势，大熊只能寄托于愚人节了。虽然暂时安全了，可明天又要咋办呢？那么小伙伴们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呢？在未来世界，只需要一款喷雾，就可以任意改变物体的形状，比如把作业变成三明治。吃货表示再也不怕学习了，然而大熊却因为手滑把自己变成了螃蟹，还差点被胖虎煮了原地升天。最近小夫弄了本螃蟹图鉴，指着上面的螃蟹表示，我一顿不吃帝王蟹就前列腺发炎，还不忘嘲讽那些吃不起螃蟹的会前列腺肥大。听闻此话，大熊表示螃蟹在我家那都是小零食。胖虎顿时开启了惊讶特效，表示今晚要去大熊家蹭饭，吓得大熊放学就杀到了海鲜摊。好家伙，一头至少小1万。于是他请出小多拉，希望他无中生械，而小多拉手中恰巧有一款可以改变外形的喷雾，比如眼前的这个东西目前还是个钻笔刀，但只要心中想着铜锣烧，接着一喷就会成为铜锣烧。虽然外形有了改变，但本质其实还是个钻笔刀，因为这个铜锣烧真的会削铅笔。而对于苦于学习的吃货来说，只要把书本变成三明治形状，那学习起来都飘着香气。于是大熊拿出一盘蟹肉，想将它变成帝王蟹大餐蒙混过关，岂料两人一个手滑，不慎将喷雾掉在地上，喷出大量气体，待毒气飘飘的烟雾散去，两只螃蟹惊得说都不会话了。本以为用还原喷雾就可以再世为人，岂料大长手竟有死角，小多拉使出干饭的劲也没能摸到口袋。就在这时，老妈来到了厨房，本以为母子俩有心灵感应，老妈会一秒认出亲儿子，没想到在对视了2秒后，老妈抡起扫帚就往两人脑袋上砸，吓得两人一脚地板油，直接后门逃生。要不是腿多跑得快，估计就被拍成全身骨折了。然而他们刚逃出家门，就被一双大手拎了起来。胖虎二话不说，原地决定今晚吃螃蟹大餐。要不是小多拉看着就像有毒，估计就会跟大熊一起被煮了。胖虎拎着大熊回到家中，表示这是财大气粗的大熊馈赠之物。虎妈顿时高兴坏了，让胖虎将其扔进桶里准备煮了，自己则烧起了开水。大熊顿时整个人都惊呆了，迈着炫动大长腿却不能逃出升天。此时的水已烧开，眼看大熊即将下锅，小多拉主动出手，刀了胖虎家狗子的屁股，疼得狗子在房间内一顿撒欢打野。小多拉则趁机救出大熊，带着他疯狂逃命。接下来两人准备找到熟人，然后拜托他帮忙拿出还原喷雾。好巧不巧，小夫日常溜车，远远就看到两只摆出战斗姿态的螃蟹，于是他二话不说放下跑车，一脚地板油就要佛挡杀佛。岂料两人反手抓住车把，紧接一招对脸杀，不仅干翻了小夫，还成功劫走了他的限量跑车。两人最后的希望目前只有静香了。然而当他们找到静香时，静香却嗷的一嗓子直接开溜。大熊这才想起来静香最怕的就是螃蟹，然而静香躲过了螃蟹双煞，却不曾想家中竟还有头 Hello Kitty 小可爱，吓得他顿时开启了紫脸特效。原来动物园在转运狮子时不幸被他逃脱，眼看狮子要把静香当午餐肉，大熊两人驾着超跑直接对到了狮子脸上。只见大熊变身托尼老师，一套丝滑的洗剪吹后，就连狮子都被自己帅倒，
直接被自己的盛世美颜迷晕了过去。静香将救命恩人带回家中，可锋利的钳子根本无法写出名字，于是大雄只能施展出他的独门绝学翻花绳。可静香只当他是出身杂技团，大雄只好再表演起剪纸艺术。这么圆的大脑袋，就算静香觉得不可思议，也知道了两人的真身。只见两只螃蟹相拥而泣，下一秒，在静香的助攻下，两人终于重新做起了人。当了一天的螃蟹，两人想回家干饭，然而老妈却做了一道特殊的料理——帝王蟹奢华套餐，成功勾起了两人差点被煮了的恐怖回忆。